我们先拆出来吧。拆出来之后，这个看看那个能不能放进去。放进去的话，我们装一下系统试试。防静电带套着的，首先得把那4块硬盘拿出来，把这4块放进去，建立系统。建立完之后呢，我们再以这个 RAID 5的方式呢，去一块一块添加老硬盘。哎，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几十 T 的内容要拷贝一下，其实也要花不少时间的。因为再买4块这个的话，造价会更高。本着以最低成本达到最好目的、最高效益的这个原则，我们没再买4块。先把 UPS 拿出来，这是我们的 UPS。奥斯卡刚才可能刨这纸箱了，这刨了个洞。然后再把我们的路由器，还有这个这是路由器的电源线，把这个先拿出来，先放在奥斯卡这边。这是我们的整个电源。对，我们下边要先做这个防颠簸啊，抗震。很重啊！我们先把它拿出来，先把它拿到桌子上来。因为我用钥匙把盘斧竟然锁了，不然它会颠的过程中像这种的随便一按开了就不太好了，所以我把它锁起来了。开，好，这4块要取出来。但是我已经不知道哪块是有数据的了。不同品牌建立 NAS 它会有一定的风险，就是它会踢盘可能。但是我们想尽量尝试一下，如果是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节约了好多钱，是这样子。我得看看哪块是我们这靠眼睛看好像也看不出来哪块是有内容的，哪块是没有的。这是4块，有可能是有数据的，这绝对是新的，对吧？因为最好其实还是用同一品牌的。那我们现在不讲究这些，先给它做系统，系统做好了，拷贝东西。这4块我们要放进去。还好我们这个容量有7块是8T 的，这7块可以单独建立，没有关系。就是看着我们好像有很多的空间但是我们还要起到硬盘间的互相备份这个作用的话，其实我们的空间储存空间并不是很大，主要是为了数据，一切为了数据安全。我们在行车过程中呢，它是属于一个关机状态，因为我们的逆变器要关掉，所以它不会在读取过程中受到颠簸所有的机械硬盘最怕的就是颠簸，但是我们玩房车这么久已经有很充足的这个房车使用机械硬盘的经验。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之前带台式电脑了，硬盘从来没坏过。只有一次是把主板烧了，还是因为湿气过大。遇上回南天了，虽然我们不会长时间的高温用不会24小时开机。好，通电。我们要怎么用呢？我们首先要用 UPS， 也得拆出来。UPS 的体积呢，并不是很大。通常呢，我们会把这个UPS 放在这个 NAS 上方，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它会晃，所以我们还是得想办法给它固定。我们把内存什么的就全给它装起来。
2块固态硬盘，一条内存，在机器的底部，我看这是装网卡的，万兆网卡，万兆网卡我们可能要装进去，可能我们要拆一下，哎呀，好，加一根内存给它，这个内存可是斥巨资购买。这个真是巨资，这么小小一点点东西。不过它跟苹果的内存比起来还差点，价格还算比较合适。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内存插进去，一压就装好了。好，然后再把这个螺丝拧回去就行了。其实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磁盘的一个硬盘盒啊，大的硬盘盒，但它其实并不是，它相当于是一台电脑。所以它需要内存，它需要 CPU， 它需要电脑上的除了显卡之外的一切配件，它都有。它这个固态硬盘在这个里边其实不需要拆掉外壳。草率了，因为我很早之前用过一个 NAS 的，然后它是需要拆掉这个外壳的，但是这个呢并不需要，直接插到这里就行了，一卡，搞定，在侧边插着。好，找了半天没找到卡槽，可以了，那我就白拆了外壳了。不过我们顺便看一下里边它这个构造，其实很简单的一套东西。我们只需要把这个万兆网卡，对，拆外壳其实就是为了把这个万兆网卡装在这个地方哈。因为它原机是并没有标配万兆网卡的，万兆网卡都是选配，所以这个也没有办法。好，我们把那硬盘固态硬盘，因为它只能安2块，所以它没有更多地方放固态硬盘。我们呢，先把这些机械硬盘放进去。为什么要固态硬盘呢？其实我们只是为了更高的读取速度。机械硬盘的它的传输速度它是有限的，还好。机械硬盘它传输速度它是极其有限的，所以需要固态硬盘做缓存硬盘，这样去帮我们。哎呦，先放在这儿。UPS 我们先插着的。这儿，我们需要一根到 USB 的信号线。我们把 NAS 启动，然后连上这个施耐德的 UPS 啊，然后连接到路由器。好，我们现在来建立这个装系统。它这个装系统其实耗时并不会很长啊。然后，哎呀，我们等会儿还得需要一个插孔去导这个数据往里边。好，跟着步骤走就好。硬盘就是个 NAS 防震啊，我们要用它原来包装里边的这个泡沫棉，只垫底部啊，要不然上边如果盖着会影响它的散热。这玩意儿散热也很重要，所以我们把它这个底部的这部分放到了这儿，直接把它放在这个泡沫上面去，原装底座。我们进入系统之后呢，首先要设置的是 UPS。就上面这个东西是耐德的，让它在没有我们把逆变器关掉之后啊，它会发觉断电了。断电之后呢，它就会提示 NAS 要关机，因为它有足够的电源让它在一定时间之内关机啊。所以我们这边要启用这个功能啊，如果你不启用这个功能，它是不会自动关机的啊。然后我们就开始建立 RAID， 那我们选择的是这个灵活性提高啊，灵活性提高其实它就是 RAID 5。我们点下一步，这个描述呢就可以随便标个盘符啊，什么都可以了。我们是用 RAID 5来组建的，4块硬盘我们都创建了 RAID 5啊，然后它这边显示我们现在目前有 21.82T 的这个空间，4块硬盘总共。然后存储池创建好了之后，我们就要去创造存储空间。那它现在提示是系统中无存储空间，然后呢我们要新增一个。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 SSD 这个缓存啊先建立好，可以读写，
这样的话可以加大我们这个读写的速度，其实是。好，后边的这个步骤其实过于复杂，比较麻烦，我们就全部略过。它的整个后台数据校对啊，可能需要40多个小时。我想办法，等会儿先把它移到一个正确的位置先。好，繁琐的步骤完成之后呢，我们现在就开始把这个硬盘里的东西啊，一块一块的拷到我们已经建立好的这个文件池里。这不知道要拷多久，一块硬盘要拷好久。因为我们现在还万兆网卡还没有接通，所以我们只能通过硬盘的读取速度到电脑里，然后电脑通过网络传输到它里面去。哦，这个速度不敢想象要多久。目前刚刚看了一下，导一块硬盘的资料大概需要24个小时，而我们现在有4块要导，所以呢，下边临时先这样插着，找这个东西把这儿挡着。所以就说我们4块硬盘可能要搞4天的时间才能全部备份到这个里边去，很烦这个。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先导着吧。